回到台湾奶奶生日宴，叔叔骂我妈做饭慢，我爸打妈妈6耳光，我果断一砖头。奶奶70岁生日宴，本该喜乐融融，可叔叔却突然摔筷子，指着我妈的鼻子骂她上菜慢。我爸脸色铁青，上去就是一耳光，紧接着又扇了5下，妈妈嘴角流血倒地，全家人都呆住了。我拿起旁边砌墙的砖头，径直砸向了我爸的头，血花四溅，世界瞬间安静下来。亲爱的朋友，你好呀。此刻的你，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正窝在沙发里放松，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无论你身处何方，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庭院里的桂花香得发腻，混着酒肉的油气，像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邻家大宅。今天是奶奶的70大寿，客厅里觥筹交错，亲戚们的脸上堆着一模一样的名为喜庆的假笑。我爸林建国坐在主位，红光满面地接受着吹捧，仿佛他是这个家的帝王。我妈沈家像个陀螺，在厨房和宴席间转个不停，她额角的汗珠比奶奶手腕上那只翡翠镯子还要晶莹，却无人多看一眼。最后一个汤怎么还不上来？都等多久了？叔叔林建明把象牙筷子重重拍在桌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他那张被酒精和贪婪喂养的浮肿的脸，此刻正对着厨房的方向，满是刻薄与不耐。二嫂这手脚是越来越慢了，伺候人伺候不明白，养你有什么用？客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刚端着汤盅走出厨房的妈妈身上。她的背僵了一下，脸上挤出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回，就凝固了。我爸林建国的脸肉眼可见地沉了下来，他觉得丢了面子。在这个家里，他的面子比我妈的命还重要。他猛地站起身，几步跨到我妈面前，啪一声脆响，清澈响亮，我妈的头被打得偏向一边，手里的汤盅没拿稳，滚烫的汤汁洒在她手背上，她却连哼都没哼一声。紧接着，啪啪啪啪啪，5记耳光，又快又狠，毫不留情，每一声都像鞭子抽在我的心脏上。我妈嘴角渗出了血，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摔在冰冷的地砖上。世界在那一刻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亲戚们呆住了，有的张着嘴，有的低下了头，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奶奶坐在太师椅上，浑浊的眼睛扫过地上的妈妈，嘴唇动了动，最终也只是化为一声叹息。他们都是刽子手，冷漠是他们的刀。叔叔林建明甚至还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病态的快感，是他点燃了导火索。我爸林建国喘着粗气，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的妈妈，眼神里没有一丝悔意，只有被冒犯的威严和发泄后的畅快。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叫了20年爸爸的男人，他那张伪善的脸，此刻在我眼中和魔鬼无异。我心中维系了20年的那个名魏家的假象，在这一刻被这6记耳光打得粉碎。我看到院子角落里为了休憩花坛而堆放的红砖，怒火像岩浆一样在我胸腔里翻滚喷发。我站起身，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一步一步走向那堆红砖，拿起一块，沉甸甸的粗糙的棱角硌得我手心生疼。我转身走向我爸，他终于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手里的砖，他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
随即话味更深的暴怒：林夕，你个孽障，想干石魔，反了你了！我没有说话，我只是举起了砖头，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他那颗高高在上的头，径直砸了下去。砰！一声沉闷的顿响，比任何耳光都来得震撼。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了。我爸的叫骂声戛然而止，他身体晃了晃，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看着我。他伸出双手，捂住头，鲜红的血像决堤的洪水，从他的指缝间汹涌而出，一滴，两滴，溅在我脸上，温热，腥甜。地板上瞬间开出了一朵妖冶的血花。啊！奶奶的尖叫声像一把锥子，刺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寿宴现场瞬间炸开了锅，尖叫声、哭喊声、桌椅倒地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变成一场荒诞的闹剧。我站在一片混乱的中央，握着那块染血的砖头，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着妈妈倒下的画面，回放着过去无数个夜里她躲在被子里压抑的哭声，周围那些亲戚，那些刚刚还对我爸阿谀奉承的脸，此刻都写满了恐惧和厌恶。他们看我就像看一个疯子，但我没有一丝后悔。有人在打电话，120、110，急救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像地狱吹响的丧钟。我松开手，砖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缓缓走到妈妈身边，蹲下身，我想扶她，手却抖得厉害，我怕弄疼她。妈妈睁开眼，她看着我，眼神复杂的我读不懂，有震惊，有恐惧，有心疼，还有一丝解脱。她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我那只还沾着血的手。她的手冰凉，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远景很快赶到，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他们将我与这个所谓的家彻底隔离开来。冰冷的手铐扣在我手腕上的那一刻，我异常平静。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秒起彻底改变了。被带走前，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我爸被抬上了担架，生死未卜。妈妈被几个远房亲戚扶着，眼神一直追随着我。而叔叔林建明正站在人群里，用一种看死人的眼光恶狠狠地盯着我。他的嘴型无声地对我说着2个字：你死定了。审讯室的灯白得刺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铁锈混合的味道，冷得钻进骨头里。对面的远景，一张没石磨表情的脸，例行公事的问话：姓名林夕，为石磨用砖头砸你父亲林建国。我平静地叙述了奶奶生日宴上发生的一切，每一个细节都像用刀刻在我脑子里，清晰的可怕。我说起叔叔的挑衅，爸爸的耳光，妈妈倒地的样子。他以前也打过你母亲吗？远景的笔尖顿了读，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里最黑暗的匣子。那些被爸爸摔碎的碗碟，妈妈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深夜里压抑的哭泣和求饶，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闪过。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用疼痛来压制翻涌的情绪。打过，我的声音很轻，却很稳。经常，远景告诉我，我爸伤势很重，颅骨骨折，颅内出血，一送进医院就直接进了 ICU， 现在还没脱离生命危险。我的行为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果他，后果会更严重。小姑娘，你冲动了。远景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丝警告和同情。冲动？不，
那是我20年来做的最清醒的一件事。没过多久，审讯室的门被推开，林家的亲戚们陆陆续续的来了。第一个冲进来的是叔叔林建明，他一看到我，眼睛就红了，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林夕，你这个白眼狼，畜生，那是你亲爹啊，你怎么下得去手？他是要死了，你就是弑父，要枪毙的。他对着远景添油加醋，颠倒黑白。他说我从小就叛逆，性格阴狠，早就对父亲怀恨在心，这次是蓄意谋杀。他说妈妈只是被轻轻碰了一下，是我小题大做，借机报复。每一句话都像淬了毒的针，扎在我心上。接着我的舅舅舅妈也赶到了，我以为他们是我妈妈的娘家人，至少会为我们说一句话，可舅妈一开口却是对着我：小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爸在不对，你也不能动手啊。这下好了，你爸躺在医院，你被关在这里，你让你妈怎么办？我们这一大家子以后怎么在亲戚面前抬头？他对我妈脸上的伤视而不见，对我妈常年所受的苦难闭口不提。他在乎的只是林家的脸面，是他自己能不能继续攀附林家这棵大树。他们和我那些所谓的亲戚一样，在利益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强者那一边。最后是奶奶，她被2个姑姑搀扶着，一进警局就嚎啕大哭。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养出这么个孽障，毁了我们林家啊！她抓着远景的手，老泪纵横。远景同志，你们一定要严惩不贷，这种不忠不孝的东西留着也是个祸害。严惩不贷这4个字从我最亲的奶奶口中说出来，像一把冰刀，彻底捅碎了我心里最后一丝温情。在这个家里，妈妈是工具，我是附属品，只有爸爸，那个施暴者，才是他们誓死要维护的核心。我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或愤怒或虚伪或痛心的脸，只觉得无比讽刺。原来我与母亲早就被这个家族抛弃了，或者说我们从未被真正接纳过。远景告诉我，我需要被刑事拘留，等待进一步调查。手铐再次被戴上，在我即将被带走时，舅舅拉住了一位警官，低声塞给我一句话：小希，你妈醒了，她不让别人告诉我们，只让我转告你4个字。我抬起头看向他，他说：保护林夕，保护林夕，不是舅舅爸爸，不是你别怕，而是保护林夕。我的眼泪在这一刻终于决堤。透过警车冰冷的窗户，我看着外面城市的璀璨灯火，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座孤岛，被全世界的海水淹没。但我握紧了拳头，妈妈，你放心，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拘留所的空气是凝滞的，带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天花板的角落里接着蛛网，唯一的光源来自头顶那盏昏黄的灯泡，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又长又诡异。我被分到了一个8人间的舱里。嘿，新来的，犯什么事儿了？一个剃着板寸头的大姐盘腿坐在通铺上，一边剔牙一边打量我，故意伤害。我低声回答：哟，看不出来啊。小姑娘文文静静的，她来了兴致。伤了谁啊？周围的目光都聚集过来，好奇、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我没有回答，他们很快就从狱警的闲聊中知道了答案。砸了自己亲爹，听说都进 ICU 了。啧啧，真狠啊，8成又是那种禽兽爹吧，不然谁下得去手？议论声像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有同情，有鄙夷，
我不在乎，我蜷缩在角落里，抱着膝盖，努力在脑海里回忆妈妈的样子，她笑起来的样子，她给我做饭的样子，她偷偷塞给我零花钱的样子，那些温柔的、琐碎的片段，是我在这片冰冷之地唯一的热源。我不后悔，如果重来一次，我依然会拿起那块砖头。林夕，有人陷你。狱警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思绪。我跟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间会见室，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看到一个女人，她看起来40岁左右，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短发利落，眼神锐利的像能穿透人心。她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人。我拿起电话听筒，内心充满警惕。我以为是林家派来的说客，想让我承认所有罪行，好让他们低调处理。你好，林夕，我姓周，是你的辩护律师。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冷静、干练，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性。我的律师？我愣住了。是的，受人引荐，专门来为你辩护。他没有说引荐人是谁，但我猜，这背后一定有妈妈的努力。周律师开门见山，你的案子很棘手，你父亲伤情严重，现场目击证人都是你的亲属，并且口供对你非常不利。从法律上讲，你几乎没有胜算。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看了初步的案卷，也了解了一些情况。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故意伤害案，长期家暴背景下的激情反抗，属于防卫过当的范畴。林夕，我相信你没有撒谎。他从公事包里拿出了一叠档，隔着玻璃推到我面前。这是我托人调取到的，过去5年里，你家所在辖区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其中有3次，报警人是你家邻居，事由都是家庭暴力。虽然每次你父亲都利用他的人脉关系，把事情压了下去，记录上只写了家庭纠纷，自行调解，但报警记录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我死死地盯着那几张纸，眼睛发酸。我从来不知道，那些黑暗的夜里，还有人曾为我们报过警，也从来不知道，这些隐秘的痕迹，竟然真的能被找出来。周律师看着我，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他的眼神锋利得像手术刀，要剖开我所有的伪装。林夕，你必须真实地回答我，砸下去的那一刻，你脑子里想的，究竟是让他停下，还是想让他死？这个问题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妈妈倒在地上，嘴角流着血，爸爸那张狰狞的脸充满了暴力和不屑。那一刻，我的世界里没有法律，没有后果，只有一种原始的、疯狂的恐惧。我怕他真的会把妈妈打死。这种恐惧，我经历过太多次了。我张了张嘴，喉咙干涩的发疼。我只是想阻止他，我真的怕他会把妈妈打死。那一砖头下去，我脑子里什么都默想，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再让他伤害妈妈了。我说的是实话。那一刻，恨意滔天，但我内心深处更多的是守护。周律师一直盯着我的眼睛，良久，他点了点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或许是赞许。好，我接这个案子。他站起身，准备离开。林夕，从现在开始，我需要你绝对的信任，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你父亲每一次施暴的细节，你母亲身上的每一处伤痕，这个家庭里所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记住，真相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它的出现像一道光，
强行撕开了我头顶的乌云。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第一次在这无边的黑暗里看到了希望。有了周律师这根主心骨，我在拘留所里的日子不再只是茫然的等待，我开始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梳理过去20年的记忆，父亲的每一次暴怒，叔叔的每一次挑唆，奶奶的每一次偏袒，那些被我刻意忽略或遗忘的细节，此刻都变得无比清晰。我把它们写下来，托狱警转交给周律师。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探视我，是父亲的主治医生，张医生。他穿着白大褂，戴着金边眼镜，一副斯文儒雅的样子。他是我爸的牌友，也是林家的家庭医生。小希啊，身体还好吗？在里面莫受苦吧。他隔着玻璃，语气关切。我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声音压得很低。你爸爸的情况很不好，还在 ICU 躺着。医生说，随时都可能有危险。他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造成的啊。林家很生气，你奶奶气得都病倒了。他们说了，这件事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叹了口气，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小希，听张叔叔一句劝，认个错吧，只要你主动认罪，态度好一点，家里人会念在血缘亲情上，给你请最好的律师，尽量让你判得轻一点。否则，一旦他们追究到底，你这辈子可就真的毁了。他们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妈妈未来的生活。你也不想看到她流离失所吧？句句是关心，字字是威胁。我听明白了，他们要我闭嘴，要我扛下所有罪名，来保全林建国的名声和林家的体面。他们甚至用妈妈来威胁我。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张医生，我爸醒了吗？我问。他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还没，还在昏迷。我在撒谎。从他踏进这里的第一秒，我就知道他在撒谎。周律师早就通过他的管道告诉我，林建国3天前就醒了，他只是情况不太稳定，还在观察。但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外宣称我是蓄意谋杀未遂，并委托了律师，要让我把牢底坐穿。而林家已经开始动用所有的关系，买通媒体，试图把我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弑父逆女。这个张医生，就是他们派来的第一颗棋子，请你转告他们。我的声音不大，却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法庭上线，张医生脸色一变，收起了那副伪善的面孔，冷哼一声，转身走了。没过几天，我终于和妈妈通上了电话，是周律师安排的。嘻嘻，电话那头，妈妈的声音虚弱又沙哑，带着哭腔。妈，我没事。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点。你还好吗？伤怎么样了？我没事，皮外伤。他顿了读，声音变得坚定起来。西西，你别怕，妈妈相信你，妈妈什么都听周律师的。然后，他告诉我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我把以前偷偷录下的东西都交给周律师了。录音？我愣住了。他每次喝多了打我的时候，我就把手机藏在枕头底下录音。我害怕哪天真的被他打死了，什么证据都没有。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无法呼吸。我的妈妈，这个看似温顺软弱的女人，原来一直在用她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反抗着，搜集着罪证。周律师还说，电话里，周律师的声音插了进来。我查了林氏集团近几年的账目，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林建国和你叔叔林建明之间有几笔非常大的资金往来，
账目做得不清不楚。我怀疑，他们公司可能存在一些非法操作。生日宴那天，你叔叔突然发难，表面上是嫌你妈妈上菜慢，但背后可能和他们在公司里的利益冲突有关。或许是林建国在某个专案上压制了他，他借题发挥，故意挑事。周律师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眼前的迷雾。我开始意识到，砸向我爸的那一砖，或许不仅仅是砸碎了一个虚伪的家庭，更是砸开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充满贪婪与阴谋的黑洞。周律师，我对着电话一字一句地说道，请您查下去，查所有的事情，不管牵扯到谁，我要他们为自己做过的所有恶事付出代价。这一次，我不仅要为妈妈讨回公道，我还要与整个腐烂的林家为敌。挂电话前，周律师告诉我，他会给我带几本法律相关的书籍进来。林夕，记住，知识和意志是你最坚硬的铠甲，只有你内心足够强大，我们才能打赢这场战争。我看着窗外那一线狭窄的天空，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战争已经开始了。拘留所的日子枯燥得像一潭死水，但我却过得异常忙碌。周律师送来的法律书籍成了我唯一的慰藉和武器。刑法、证据法、婚姻家庭法，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些陌生的知识。每一个法条，每一个案例，都像一束光，照亮我前行的路。我开始用法律的视角重新审视我的案子，分析每一个对我们有利或不利的细节。周律师定期来看我，我们讨论案情，交换资讯。他告诉我，父亲的伤情报告出来了。很奇怪，周律师皱着眉，报告上说他重度脑震荡，颅骨线性骨折，伴有硬膜下血肿，但从我找的医疗专家分析来看，这个伤情描述似乎有被刻意夸大的嫌疑。我的心一沉，他们竟然连伤情报告都敢做手脚。对方的律师也已经和我接触过了。周律师的语气变得凝重，是业内有名的常胜将军，姓王，出了名的心狠手辣，擅长舆论造势和庭外施压。他放话了，说要让你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果然，他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媒体上关于我弑父的新闻开始发酵，他们把我塑造成一个冷血、偏执、忘恩负义的恶女。一些捕风捉影的知情人士跳出来，说我从小就嫉妒叔叔家的堂弟受宠，对我爸心怀怨恨，甚至把我中学时因为反抗校园霸凌而打架记过的处分都翻了出来，作为我暴力成性的证据。我成了别人口中那个生来就坏的孽种。铺天盖地的恶意像潮水一样涌来，要将我彻底淹没。最让我心痛的是他们对我妈妈的攻击。王律师找到了我妈，用尽了威逼利诱的手段。他威胁妈妈，如果她不撤回那些录音证据，不公开声明说是我误会了父亲，他们就会起诉离婚，并且利用手段让她净身出户，拿不到1分钱。他们要把妈妈逼上绝路。林夕，周律师在一次会见中脸色前所未有的严肃。你妈妈情况不太好，她压力太大了，前天晚上被发现在浴室里割腕了。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人抢救过来了，没有生命危险。周律师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的手死死地抓住会见室的桌子边缘，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心像是被凌迟一样，一刀一刀，痛得我无法呼吸。他们竟然把我妈妈逼到了这个地步。林建国，林建明，你们这群人渣！那一刻，我心中所有的犹豫、软弱
全都被滔天的恨意焚烧殆尽。我不能再被动地等待审判了，我要反击。周律师。我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声音却冷静得可怕。还记得你之前说的他们公司账目的问题吗？周律师点点头。查，给我往死里查。我的声音在颤抖，带着一种玉石俱焚的决绝。我怀疑他们不只是财务问题那么简单。周律师看着我，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档。你看这个。那是一份资金流水的追踪报告。报告显示，林建国公司的一笔高达1000万的不明资金，通过数个空壳公司辗转，最终流入了一个海外账户，而这个账户又与叔叔林建明的私人账户有着频繁的小额资金往来，这很可能是洗钱。周律师的语气十分肯定。生日宴那天，他们叔侄俩的矛盾爆发点很可能就是因为这笔钱的分赃不均。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尘封的记忆片段，那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7、8岁。有一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到书房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是爸爸和叔叔，他们在为了什么股份和老宅子的事情大吵。叔叔的声音又尖又利，哥，你不能这么黑。那笔钱明明说好了有我一半。爸爸的声音则阴冷而充满威胁，你再敢提一个字，信不信我让你什么都拿不到，还得进去蹲着。后来叔叔就偃旗息鼓了。从那以后，他对我爸的态度就变得又敬又怕，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原来他们早就被利益的锁链捆绑在了一起。家暴只是这个罪恶家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是更深的黑暗和肮脏。周律师，我看着他，眼神里是从未有过的坚定。从今天起，我的目标不再只是为我自己的伤人行为做辩护，我要为我妈妈，为这20年来她所受的所有苦难，讨回一个公道。我要把林家这张华丽的遮羞布，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片一片地撕下来，让他们所有人的罪恶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付费卡点或许就设在这里。当读者看到我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彻底觉醒，立誓要与整个家族为敌时，那种破釜沉舟的决绝会带来极降的冲击力。故事的格局也从一个家庭悲剧上升到了对一个罪恶家族的清算。悬念和爽感将在这一刻同时达到顶点。我开始变成一个潜伏在暗处的侦探，我的记忆就是我的案发现场。我把自己关在禁闭的思绪里，一遍遍地回溯林家这艘看似华丽的巨轮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腐烂的。我将所有能想到的关于林家公司、父亲和叔叔之间的蛛丝马迹都告诉了周律师。那些被他们当作耳旁风的醉话，那些不经意间提到的公司名、人名，甚至是一些模糊的交易地点。周律师的团队像一群高效的猎犬，顺着我提供的线索在黑暗中嗅探。很快他们锁定了一个关键人物，王总。这个名字我爸在酒桌上提过好几次，语气里总是带着一丝忌惮和不屑。周律师查到，这位王总是本地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商人，做的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生意。而林建国的公司在几年前曾与这位王总有过一笔极其隐秘的合作。老王，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想起来，在我更小的时候，家里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爸爸每天回家都黑着脸，喝得烂醉，然后对着妈妈发泄。有一次，他一边打妈妈，一边嘴里咒骂着，都怪那个姓王的老东西，敢黑老子的钱，老子要让他家破人亡。那次，妈妈被打断了一根肋骨，我躲在门后，吓得浑身发抖。那个老王
成了我童年的噩梦之一。原来，他们之间的纠葛，从那么早就开始了。周律师不仅在查公司的案账，也在寻找人证。他通过各种管道，联系上了几个曾经在林家工作过，后来因为受不了我爸的脾气而离职的保姆和司机。这些人对林建国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他们虽然不敢公开作证，但都愿意匿名提供一些林家的内部情况。其中一位是在林家工作了近10年的前管家李叔，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资讯：林家老宅以前有一本秘密的账本。李叔在电话里对周律师说，是老夫人我奶奶亲自保管的，上面记的都不是什么干净钱。后来有一年家里遭了贼，老夫人对外说账本被偷了，但我总觉得莫那么简单。秘密账本，奶奶，我一直以为奶奶只是一个重男轻女、偏心护短的传统老人，她对妈妈的苦难视而不见，对爸爸的暴力一味纵容。我恨她的冷漠，却从未想过她可能也深陷在这潭浑水之中。她那副与世无争、只知念佛的姿态，难道也是一种伪装？这个家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我让周律师帮我带了一封信给妈妈，信里我没有提案件的进展，没有说我的决心，我只是告诉她，让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按时吃药。我告诉她，我很想念她做的番茄鸡蛋面。我告诉她，等我出去，我们一起去旅行，去一个没有林家的地方。我让她一定要坚持住，为了我，也为了我们母女俩共同的未来。周律师那边又传来好消息，他竟然说服了我的一个远房姑妈。这位姑妈年轻时也曾遭受过丈夫的家暴，后来好不容易才离了婚。她一直很同情我妈，但碍于林家的势力，敢怒不敢言。现在她愿意在受到匿名保护的前提下出庭为我们作证，指证林建国长期的暴力倾向。一个又一个的线索，一个又一个的证人，我们手中的牌越来越多。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拼一幅巨大的黑暗的拼图，每找到一块碎片，林家那副伪善的面具就离被彻底撕碎更近了一步。复仇的路漫长而艰难，但我已经能看到远处那微弱的光。第一次开庭的日子到了，我换下了那身灰色的囚服，穿上周律师为我准备的白色衬衫和黑色长裤。当我被法警带入法庭时，旁听席上所有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有好奇，有鄙夷，有同情，有幸灾乐祸。我看到了我的那些亲戚们，他们坐在离原告席最近的地方，用眼神对我进行着无声的审判。在他们的对面，我看到了我的舅舅，他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看到我时，眼神复杂地闪躲了一下。妈妈没有来，周律师说，他的情绪还不稳定，不适合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我理解，但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原告席上坐着我血缘上的父亲林建国，他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被他的王牌律师搀扶着，一副受害者的孱弱模样。他一出场，旁听席上就响起了一阵压抑的惊呼和窃窃私语。他成功地博取了所有人的同情。庭审开始，叔叔林建明作为第一证人出庭。他在证人席上声泪俱下，将我描绘成一个处心积虑、大逆不道的恶魔。他从小就看我不顺眼，看我哥不顺眼，他恨我们林家所有的人。那天他就是故意的，我亲眼看到他拿起砖头的时候脸上带着笑，那种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撒谎，他在用最恶毒的语言给我定罪。我看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内心毫无波澜。轮到周律师发言，
他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平静地向法庭提交了第一份证据。法官大人，这是一份音频档，记录了原告林建国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对其妻子，也就是被告林夕的母亲沈佳女士实施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部分内容。音频被当庭播放，审判庭里瞬间安静下来。贱人，你除了会花钱还会干石磨，信不信我打死你？哭，你还有脸哭？给我跪下！林建国那充满暴力的嘶吼，夹杂着妈妈压抑的哭泣声、求饶声，以及器物破碎的声音，回荡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所有人都被镇住了。我看到林建国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的律师立刻站起来反对，此份音频证据来源不明，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且内容与本次伤害案并无直接关联。法官大人，周律师不疾不徐地继续，这份音频只是为了证明我的当事人林夕，他的行为是在一个长期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中，为了保护母亲而做出的激情反应。接下来，我将传唤几位匿名证人。法庭的大荧幕上出现了几个经过处理的背影，他们的声音也经过了变声器的处理。我是他们的邻居，我经常半夜听到隔壁传来打骂声和女人的哭声。我报过警，我是林家的远房亲戚。有一年过年，我亲眼看到林建国因为沈家多说了一句话，就把一碗热汤泼到他脸上，一个个证词像一把把尖刀，戳破了林建国模范丈夫、成功人士的虚伪面具。对方的王律师显然没想到我们准备得如此充分，但他很快就调整了策略，开始对我进行人格攻击。他拿出了我中学时打架的处分记录，企图证明我天生就有暴力倾向。被告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少女，有暴力前科，她对父亲的怨恨由来已久。此次行为完全是蓄意报复，而非所谓的激情防卫。我的情绪在他的字字诛心中终于被点燃了。我打架是因为我的同学骂我妈妈是没用的寄生虫。我猛地站起身，第一次在法庭上公开发声。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我指着原告席上的林建国，那个正用怨毒的眼神看着我的男人。你问问他，我从小到大，他关心过我什么？他只在乎他的生意，他的面子。他把我妈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一个可以随意打骂的出气筒。你们只看到我砸了他一砖头，那你们谁又看到了我妈妈在这20年里被他扇了多少个耳光，身上留下了多少伤痕？你们谁又听到了他在多少个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哭？我的声音回荡在法庭里，旁听席上一片死寂。我看到一直低着头的舅舅用手捂住了脸。法官敲响了法锤，宣布休庭，择日再审。走出法庭，我感觉浑身都虚脱了。周律师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今天表现得很好，虽然没能当庭宣判，但我们已经成功地撕开了一个口子，舆论的天平开始向我们倾斜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法庭，我知道这只是第一回合，更猛烈的反击很快就会到来。第一次庭审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千层浪。家暴音频和匿名证人的出现，让整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了逆转。媒体的风向一夜之间变了，从最初对我大逆不道的口诛笔伐，变成了对林建国家暴行为的深入挖掘和谴责。网络上支持我和妈妈的声浪开始压过了谩骂和攻击。20年的家暴，换一砖头，我觉得不过分。支持女儿，这种爹留着过年吗？林建国这种人渣，
必须身败名裂。林建国和林建明显然莫料到舆论会如此失控，他们开始疯狂的反扑，他们动用所有的金钱和人脉，在网上雇佣了大量水军，对我进行新一轮的人格抹黑，说我私生活混乱，说我读书时就跟社会上的人鬼混，说我砸我爸是为了图谋家产，各种脏水不要钱似的往我身上泼。周律师看着网络上的硝烟，眼神却异常冷静，他们急了，越是这样，越说明我们打到了他们的痛处。林夕，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他建议，让我妈妈站出来。我犹豫了，我知道，这对妈妈来说太残忍了，让她把自己血淋淋的伤疤揭开给全世界看。但周律师说，只有受害者亲自发声，才是最有力的武器。你妈妈的勇敢会激励更多的人，也会让那些施暴者无所遁形。我把决定权交给了妈妈，没想到她答应了。她接受了一家以深度报道闻名的媒体的独家专访。视频里，她戴着口罩，看不清全脸，但那双曾经温柔的眼睛，此刻却充满了破碎的悲伤和决绝的勇气。她的声音哽咽，断断续50地讲述了她和林建国结婚20年来所遭遇的一切，从新婚时的第一记耳光，到怀孕时被推倒在地，再到无数个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遭受的毒打。她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平静、克制，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感到窒息。这段采访视频像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整个社会舆论。无数网友被妈妈的遭遇所打动，自发地组织起来，在网上为我们发声，抵制林氏集团的产品。林家的股价开始暴跌，林建国和林建明彻底狗急跳墙。他们派人去妈妈养病的舅舅家，威胁他们，如果再让我妈多说一个字，就让他们一家都不得安宁。妈妈在巨大的压力下再次病倒了，但也正是这次采访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妈妈是否知道林建国暴力行为的根源。妈妈沉默了很久，说了一段话，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大概是10几年前开始，他变得特别爱喝酒，一喝多了就像变了个人。他嘴里总会念叨一个名字，李怡，他会骂，说都是那个女人，她毁了林家。李怡，周律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名字。你以前听过这个名字吗？他问我。我摇摇头，毫无印象。周律师立刻安排人手去调查所有和林家有关系并且被称为李怡的女性。调查很快有了结果，这个李怡本名叫李芳，是奶奶一个远房堂妹的女儿，但她在20多年前就已经因病去世了。一个已经死了20多年的人，怎么会成为林建国口中毁了林家的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的秘密。与此同时，周律师对林建国公司那笔不明资金的调查也有了重大突破。那笔钱最终流向的海外皮包公司，其注册法人竟然和李芳的一个远房侄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条看似不相干的线索在李芳这个名字上交汇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们即将触碰到林家最核心、最黑暗的秘密。李芳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林家尘封的潘多拉魔盒。周律师的团队开始围绕这个已经逝去20多年的女人进行深挖。我从妈妈那里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妈妈回忆说，以前在林家老宅的书房里，她曾见过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奶奶和一个眉眼与李芳十分相似的女人亲密地靠在一起。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4个字：姐妹情深。
可在我有记忆以来，从未听奶奶提起过这位情深的姐妹。周律师大胆猜测，李芳家族与林家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某种被刻意掩盖的财产纠葛，甚至可能与我小时候隐约听过的一些关于奶奶的风言风语有关。比如，奶奶年轻时似乎有过一个私生子，这个传闻在家族里是绝对的禁忌，谁也不敢提起。调查陷入了僵局，直到周律师的团队查到了一宗10几年前的地产交易，记录显示，奶奶曾在多年前以一个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秘密卖掉了林家老宅旁边的一块地，而那笔巨额的售地款最终的去向是一个海外账户，户主正是李芳的那个远房侄子。谜团似乎开始解开了，奶奶、李芳、秘密的地产交易、流向海外的巨款，这些碎片串联起来，指向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那笔钱很可能就是当年我爸和我叔叔在书房里争吵的根源，那笔钱也可能就是压在林建国心头，让他变得暴力扭曲的稻草。他对我妈的暴力，对他口中那个礼仪的怨恨，或许都源于此。他不是在恨一个女人，他是在恨一笔不属于他却被他强行占有的不义之财。这笔钱像一个诅咒，腐蚀了他的良知。如果能证明这笔钱的来源和去向有问题，周律师的眼神里闪着光，我们不仅可以动摇林建国的经济基础，甚至可以揭开林家发家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就在这时，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一件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的事。传家宝玉。我对周律师说，我奶奶的书房里供着一块据说是林家传家的宝玉，奶奶说那块玉能镇宅，宝贝得不得了，平时谁都不让碰。但奇怪的是，那块玉有时候会突然不见，过一段时间又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小时候我以为是自己记错了，现在想来，这背后一定有鬼。周律师对这条线索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块会消失的宝玉，他沉吟道，林夕，这可能不是一块简单的玉，它或许是一个信物，或许是一个容器，甚至可能是一个机关的开关。一个更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里形成，林家的秘密会不会就藏在那块玉里？第二次开庭的日期越来越近了，这一次我们手里的王牌足以给林家致命一击。第二次庭审，法庭里的气氛比第一次更加凝重。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各路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了原告席和被告席。林建国依旧是那副病恹恹的样子，但他的眼神里却多了一丝掩饰不住的慌乱。叔叔林建明坐在他身后，脸色煞白，坐立不安。庭审开始，对方律师依旧想从我的品行问题上做文章，但周律师没有给他任何机会。法官大人，他站起身，声音清晰而有力。在进入本次伤害案的辩护环节之前，我方想向法庭呈递几份与原告林建国先生及其家族企业涉嫌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的证据。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王律师立刻站起来抗议，反对，辩护人提出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法官大人，我方认为这些证据与原告林建国先生长期以来的精神状态、暴力行为的动机有着直接且重大的关联。周律师寸步不让。法官在短暂的商议后同意了周律师的请求。周律师将一份份档通过投影展示在法庭的大荧幕上。林氏集团与王总的阴阳合同，那笔高达1000万的不明资金通过空壳公司洗钱的完整流水，奶奶秘密出售地产并将钱款汇入李芳亲属海外账户的交易记录，
每一份证据都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法庭里炸开。林建国的脸从铁青变成了死灰，他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再也装不出那副受害者的可怜相。他的王牌律师额头上渗出了冷汗，方寸大乱，连一句完整的反驳都说不出来。周律师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根据我们调查，原告林建国与其弟林建明在多年前曾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了本应属于其家族远亲李芳女士的一笔巨额信托遗产，而他们公司账目上的诸多非法操作都是为了掩盖这笔不义之财的来源。原告长期以来的焦虑、暴力，以及对我当事人的母亲沈佳女士的家暴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对这桩陈年旧案的恐惧和心虚。他打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自己的良心。叔叔林建明再也坐不住了，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好几份非法交易的档上。他猛地站起来，指着林建国，声音尖利地叫道：不关我的事，都是他逼我这么干的。一场庄严的庭审瞬间变成了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就在这时，我站了起来，我看着审判席上的法官，平静地开口：法官大人，关于林家的遗产纠纷，我还有一个线索提供。林家有一块所谓的传家宝玉，我怀疑那块玉里可能藏着关于那份信托遗产的最原始的证据。我的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林建国血的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指着我，气急败坏地吼道：你胡说，你血口喷人。他情绪的失控反而印证了我的猜测。庭审结束，法官宣布，由于原告方涉嫌多起重大经济犯罪，本案将延期审理。林建国和林建明因为涉嫌非法集资、洗钱、职务侵占等多项罪名，被当庭带走接受调查。他们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法庭内外闪光灯亮成了一片。我看着他们狼狈不堪的背影，心中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走出法院大门，阳光有些刺眼，我看到了妈妈，她就站在人群的尽头，远远地看着我。她瘦了，也憔悴了，但她的眼神却是我从未见过的明亮和自豪。我们穿过人群，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周围的喧嚣都离我们远去。这一刻，我知道，我们赢了。我们母女俩终于从那个名为林家的牢笼里挣脱了出来。天亮了，林建国和林建明被捕，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林家这栋看似坚不可摧的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媒体的深入报道将林家几十年来的各种丑闻一件件挖了出来，偷税漏税、商业欺诈、官商勾结，桩桩件件，触目惊心。林氏集团的股价一落千丈，很快就宣布了破产清算。那些曾经围着林家转的亲戚们，树倒猢狲散，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奶奶在巨大的打击下一病不起，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个强势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卸下了所有的伪装。他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向我，也向赶来的周律师，吐露了那个被他守护了一生的秘密。那块所谓的传家宝玉，果然是一个机关，里面藏着的是一份用微缩技术复印的李芳父亲当年留下的原始遗嘱。奶奶说，她年轻时和李芳情同姐妹，李芳的父亲是林家老太爷的至交好友。当年时局动荡，李父将自己毕生的积蓄以信托的形式交由林家老太爷打理，并立下遗嘱，言明这笔财产只能由李芳或其后人继承。谁知老太爷去世后，我的爷爷
也就是林建国的父亲，利欲熏心，联合外人，伪造了新的遗嘱，将这笔巨额的信托财产据为己有。这才是林家发家的第一桶金。后来，李芳家道中落，生活困顿，曾来林家求助，却被我爷爷和林建国联手赶了出去。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奶奶说，她这一辈子都活在对李芳的愧疚里，那笔被她偷偷卖掉地产的钱，就是她瞒着所有人，给李芳唯一的后代的一点补偿。林建国的暴力和贪婪，不仅仅是耳濡目染，更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对这笔不义之财的恐惧。他怕东窗事发，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他变得多疑、暴力，把所有怨气都发泄在了最亲近的妈妈身上。周律师在奶奶的指引下，从那块宝玉里取出了那份尘封了半个世纪的遗嘱影本，以及当年的信托合同。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我的案子最终因正当防卫证据确凿，被判无罪，当庭释放。而林建国数罪并罚，因职务侵占、洗钱、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叔叔林建明作为从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妈妈在得知所有真相后，哭了很久。她终于明白，这么多年来，她所承受的一切，都不是因为她不够好，不够隐忍，只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被贪婪和罪恶吞噬了灵魂的魔鬼。解脱是她唯一的感受。林家彻底散了，林建国的公司倒闭，所有非法所得被悉数追缴，用于赔偿当年的受害者。其中最大的一笔给了李芳的后人。林家老宅也被法院查封拍卖。奶奶在看到新闻里关于林家罪行终审判决的报道后，在病床上平静地闭上了眼睛。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或许对她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和妈妈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清白。我们离开了那个生活了20年却充满了噩梦的城市。我们在一个温暖的南方小城租了一间带院子的房子，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妈妈重新拿起了她年轻时最爱的画笔，她在院子里种满了花，阳光好的时候就坐在画架前，一画就是一下午。她的脸上笑容越来越多，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容，是我记忆里从未有过的。周律师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看出了我对法律的兴趣和天赋，邀请我加入他的律师事务所，从最基础的助理做起。我欣然接受。我白天在事务所整理案卷，学习实践，晚上就去上法律专业的夜校。我发现，我真的热爱这份工作，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帮助那些像曾经的我们母女一样，深陷泥潭、无助绝望的人们，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和力量。我的故事后来被一家媒体改编成了一部反家暴的纪录片，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也激励了许多人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在新的生活里，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名医生，善良、正直、温暖。他知道我的全部过去，但他从不觉得那是什么伤疤。他说，你不是受害者，你是英雄。他支持我的工作，鼓励我的梦想。他用他的爱，一点一点地治愈了我内心的创伤。我开始学着去爱，去信任，去重新拥抱这个世界。我用自己的第一笔工资，带着妈妈去了一趟西藏。我们在布达拉宫前看到了最虔诚的信仰，我们在纳木错湖边看到了最纯净的星空。妈妈说，西西，你看，这个世界真好。是啊，真好。后来
我把我和妈妈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血色生日宴》。这本书没有成为畅销书，却在许多遭受家暴的女性群体中流传。她们给我写信，说我的故事给了她们反抗的勇气。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我们的小院。妈妈在画画，她的画布上是一片绚烂的向日葵，向着太阳，野蛮生长。我坐在旁边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法典，内心平静而丰盈。过去的伤痛或许永远不会消失，但它们也变成了我们身上最坚硬的铠甲。我们早已浴火重生。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下一期心灵小书馆，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不见不散呀，亲爱的朋友。